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今天这支影片要带大家深入什么是 ETF。如果你是刚开始投资，却觉得买股票很复杂，风险太大，那么 ETF 会是非常适合你的选择。今天我们会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带你从零开始搞懂 ETF，包含什么是 ETF，它的优点跟风险，怎么挑选，以及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凯哥会通通讲解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。ETF 就是指数股票型基金，也可以称为交易所交易基金。它既是基金，又可以像股票一样在交易所买卖，是它最大的特色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们想要投资台湾前50大公司，过去我们必须要一档一档的股票买进，不仅资金的门槛高，也非常的麻烦。但现在我们就只需要买一档台湾50，也就是0050，这样子就等于一次投资50家公司，省时省力又分散风险。那为什么 ETF 那么受欢迎呢？其实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刚刚有讲过，就是分散风险，买一档 ETF 就等于买进一篮子的股票。再来就是成本低 ，ETF 是一口气买进一篮子的股票，所以它不需要一档一档去买。当然它的价格是比较低一点的，而且它还有个特色，就是它的交易成本也会比较低。再来就是它的透明度高， ETF 的持股它是公开透明的，投资人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买到什么。然后它的流动性高，因为它不像基金一样要赎回什么一大堆，它直接挂牌在股票交易所上面，可以随时做买卖的。然后就是门槛低，台湾的 ETF 一股可能只要几十块，大家都可以投资的。另外一方面的门槛低，也就是如果我们是投资新手，我们甚至有一大堆公司连听都没有听过，那 ETF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了解我们买的什么股票，来达到对市场的更加的了解。我们不需要知道前50大公司每一家公司它是在做什么的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一些股票是前50大公司。然后随着我们进入市场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深入去了解，来挑选个股。这是凯哥很建议的一种对新手来讲的一种投资方式。那再来我们来讲讲 ETF 的种类。 ETF 有很多种类，比如说股票型、指数型的 ETF， 它就是追踪大盘或特定的指数，比方说台湾50啊、S&P 500啊这一类的。那再来是债券型的 ETF， 它就是投资债券，适合追求稳定收益的，比如说美债20年啊这一类的。还有像是产业型的 ETF， 它会专注在某种产业，比如说科技、金融等等。还有是主题型的 ETF， 比如说像电动车啦。那再来最后还有像是杠杆或者是反向的 ETF， 它主要是放大涨跌或者是做空，它的风险自然就会比较高。另外还有个特色，像这一类的杠杆或者是反向，它就不会有任何的配息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哦。再来是 ETF 的风险，第一是市场风险，大盘下跌 ETF 当然也会跟着跌。再来是追踪的误差， ETF 和你追踪的指数还是会有一些微的差距的。还有是流动性的风险，交易量小的 ETF 它就比较不容易买卖。再来就是如果我们买海外的 ETF， 它会受到汇率的影响，所以 ETF 还是要认真的挑选的。那新手该怎么选 ETF 嘞？一般我们会建议先选大盘型的 ETF， 比如说0050啊、0056啦，或者是巴菲特特别推崇的 S&P 500啊。然后要看基金的规模跟成交量，规模越大，成交量高，它当然就比较安全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费用率要低，它就可以省下更多的报酬。然后我们要观察它的长期表现，选择长期稳定的指数型 ETF， 然后还有它的配股率，这些都很重要哦。所以 ETF 的特性就是波动小，然后它是投资一大篮股票，比较照着大盘走，也会跟着市场走。所以 ETF 投资的策略通常都会是定期定额，它就不管市场涨跌，每个月固定买进，来达成一个长期持有的模式。那所以很多新手会犯的错误，就会是把它追高杀低。ETF 本身它就不适合这样子追高杀低，因为它波动小。一篮子股票的模式之下，追高杀低跟买 ETF 它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投资方式。新手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是长期投资，实际上一直盯着那个价格，这一点是很容易会发生的情况。会选择定期定额，基本上都是要长期投资。
资的，所以 ETF 适合比较没有时间研究股票的人，还有像资金有限的小资族，再来就是长期稳健想要累积资产的人，像这类的族群是比较适合定期定额长期投资 ETF 的人。那最后总结一下， ETF 是一种结合基金跟股票优点的投资工具，它非常的适合新手入门，只要挑对标的，长期持有就能够透过 ETF 稳健的累积财富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，有帮助的话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咯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